在当地时间8月3日的深夜，一起塔利班疑似刺杀阿富汗政府军国防部长的消息不胫而走。作为阿富汗政府军喉舌的阿利亚纳新闻社对外透露，在现场与刺客展开了6小时交火，最终将袭击人员全部击毙，均为塔利班武装成员。尽管该媒体大力吹捧此次反刺杀行动的成功和取得的效果，然而真实的情况却依旧和宣传中的鲜花相去甚远。需要注意的是，从7月下旬开始，塔利班开始利用自己在偏远地方和农村的优势，不断将政府军控制下的城市分割开来，并逐步缩小包围圈。4个政府军控制下的阿富汗省会城市赫拉特、拉斯卡尔加、昆都士、坎大哈等陷入了经典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包围圈之中。在早期，阿富汗政府军经常出动部队攻击塔利班，结果在一连串的胜利消息后，反而只能龟缩在城内防守。按照我国环球网的消息，自8月3日以来，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在这场内战中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并开始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向阿富汗政府军控制下的重镇亮出兵锋。可以说，塔利班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很果断地吹响了总攻的号角，全面攻击政府军多个重镇。有观察人士指出，尽管就双方的纸面数值来说，塔利班略逊一筹，政府军拥有18万左右的国防军，塔利班只有6万的游击队，但在作战能力和战术应用上来说，却有着天壤之别。塔利班的这6万多部队是经历了与美军的游击战和政府军的多次突袭的。尽管从阿富汗当局的对外通告中经常能够听到大胜的消息，然而大胜再多，阿富汗政府军实际控制的地盘却在快速缩小，这就很国军了。事实上，就目前的外交表现来说，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已经具有了正统风采。对内战争中，模仿我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优先控制偏远地区，争取了大部分阿富汗人的支持。当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基于对美国扶持的傀儡的反感。在力量不足时，没有贪功冒进，对多个更加繁华的大城市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而对外的情况更是可圈可点，积极拉近与中国、俄罗斯、伊朗的关系，与中国商讨签署基建协议，建设后方偏远地区的现代化。从塔利班近期的一系列表现来看，也难怪有网友认为，塔利班如今的战争和政治手法都很像我国的解放战争，恐怕是毛选读的好啊。去年8月份，因为美国步步紧逼，解放军在演习活动中向南海西沙群岛和海南岛之间的区域试射了东风16B 和东风21D 导弹，这中间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家也都心知肚明。而最近，解放军再次在南海、黄海、渤海发出了禁航通知，这其中又属南海动作最大，大到令人感到惊喜。其实，针对解放军的这次演习，基本上就是为了反制美国的2021大规模演习。毕竟，美国这个军演原本是在全球搞的，但是如今聚集在中国附近演习的国家却非常多，英国、印度的军舰也正在奋力往这边赶来。所以美国这次针对中国针对的明明白白，对此中国出手警告自然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过这次解放军的警告似乎不同寻常，有消息表示，这次解放军在南海的演习很有可能会像去年一样试射东风26导弹。根据中时新闻网的消息，在4号的时候，海南海事局发布的琼航警0061按照坐标轴测算，正好是从海南岛的东方东南方起，延伸至西沙群岛的东北方。在经过测算后，解放军围海的面积已然超过了10万平方公里，这比去年试射围海的面积要更大。之前解放军对美国大多数精准打击动作不大，如今动作这么大，很可能代表了已经到必须要下狠手的时候了。首先，在上个月，虽然明面上美国军机到中国周边探测的次数只有27架次，但是一来有台风天气的影响，二来也有更多的是因为美国很多军机没有开启信号或者选择虚假信号的次数增多。其次，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军用运输机还几次降落在台岛，明晃晃地挑衅中国。再则，美国将卡尔文森号航母派来了亚太，而卡尔文森号的舰载机是 F-35C 隐身战机，还带着1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另外，美国总共的3艘海狼级核潜艇目前已经全部部署到了亚太。从这些事情上来看，目前美国在中国周边拥有的军事力量已经非常大了，甚至已经严重的破坏地区稳定因素。所以这个时候，解放军选择用霸气出击的方式让美国醒醒神，而试射东风26导弹或者东风21D 导弹都将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最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解放军公布了不少军演试射深岛的视频和动态，这其实也是针对水下潜艇的利器。
从这种种情形上来说，解放军南海军演近航10万平方公里，试射东风26导弹的可能性非常大。在8月4号，我国官媒就有意无意地对外披露了一条高铁信息：我国西藏高铁拉林线第一次执行军事任务，高铁将刚刚入伍的新兵们在短时间内送到了海拔4500米前线训练基地。官方很明确地给予了中国军事运输系统发展的一大步来形容这一事件。这条消息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对很多国人来说，就是民用技术应用到了军事运输上。未来我国高铁线路也将为我军大规模运输部队、设备、后勤物资等进行服务。然而这条消息在印度却是实实在在的造成了成吨的伤害。印度国内被普遍视作印度第一杂志的周刊，在8月5号就用颇带羡慕又有点无力的口吻形容中国新闻中展示了他们的工业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新兵送上高原，而印度却必须艰难地穿过公路前行，甚至因为车祸而造成大量的人员损失。而且该媒体推断，中国人说的4500米海拔的地区很可能意味着中印边境前线存在一个训练基地。而一向喜欢鼓动印度民族情绪反华的印度斯坦时报则用一种阴谋论的态度认为，这条西藏高铁加强了中国向中印前线输送部队的能力。拉林线的铁路全程435公里，因为是高原环境，考虑到速度过快可能导致高原反应严重，因此单程用时在3.5小时左右，最高时速在160公里每小时。即便是限速了，整个运输速度也比原本的公路快了1倍。因此，该媒体颇带惊恐口吻地表示，中国已经具备了在4个小时内向印度发动总攻的能力，这彻底打破了边境军事平衡。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心里有鬼。中国在西部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在印度折腾成一个大新闻。在此前第12轮中印军长级会谈，我国就用了深入坦诚地交换了意见，这也基本就意味着这一次中印谈判依旧是无功而返，不欢而散。联系到在会后，印度果断与美军取得联系，并配合美军派遣军舰前往南海执行训练任务，也能看出印度一直就没有想过与中国保持和平，而是一直垂涎我国西部领土。可以说，加强我国西部边防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行为。事情最开始，我国海事局对外公布了一系列的海上禁航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禁航区范围极大，甚至比海南省还要大。外界普遍猜测，这可能是解放军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因为要出动某些杀手锏装备进行演习，所以画得很大，防止外界观测到具体内容。不过，就在8月5号，台媒联合报却给出了一篇报道，声称就算是解放军大规模军演，美国也不会畏惧。在军演开始的前一天，美军一艘侦察船胜利号还停留在禁航区内，甚至胜利号侦察船停留的位置还十分靠近海南岛的亚龙湾，这很可能意味着美军认为这个地点可能是中国水下力量出入的关键位置。台媒认为，大陆军事演习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如此大范围的军事演习却是十分罕见。按照以往的几次大范围军事演习，解放军都是在进行弹道导弹测试，那么这一次也同样如此，很有可能是在测试相关新研制的导弹，而美军却明目张胆的在禁航区停留，这明显就是给大陆一个信号，如果你敢测试，美军就敢第一时间记录你的相关数据，想办法破解中国的远程打击力量。美军在我军演习区内停留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我国网上，自然免不了激起很多人的怒火。不少人愤愤不平地表示，如果美国佬真敢在演习区停留，那就别怪我们不小心误射几枚反舰导弹到美国这艘胜利号侦察船的头顶了。不过，就在网上相关舆论一度甚嚣尘上之际，却有英国媒体爆料，美军一直喜欢在南海地区伪造船只识别码，伪装成民用船只，故意靠近中国相关敏感海域。因此，台美所谓的美军侦察船只仍然停留在解放军的演习区域内，其实是个伪装信号。美军侦察船在中国划定禁航区之后早就跑掉了。台媒一顿分析，实属被美国玩了。美国海军也没那么傻，明知道解放军要测试导弹，还往里面凑，白给中国把柄，挨了打都没法回嘴。而且中国也不再是几十年前的中国，该出手的时候是断然不会手软的。